台湾绝版快20年的摇摇薯条，在菲律宾夯到出限定口味，怎么摇粉都不漏，装的纸袋底层多2折，是技术关键。对的，这个就是你们 solo 的产品，对，独家供应的纸袋。这个冷的咖啡杯也是我们独家供应的。菲律宾连锁速食店纸类品项包材超过50%出自台湾印刷厂。杯子最怕就是漏，所以说密度不同，温度不同，像热杯做起来会比冷杯还困难一点，热杯比较容易漏，因为压力还有温度的关系。各种尺寸杯碗防漏美感是经营印刷超过30年经验。台商 Jeff 跟着父亲世代南向政策，1996年落脚菲律宾，才刚退伍，边学边做，继承家业。但人生地不熟，契机来的是时候。联合利华他们是要做冰淇淋杯，然后我们刚好因缘际会之下，然后我们就答应了这个业务，我们就从不懂到让那个联合利华辅导我们怎么去做我们的品质检验、我们的生产规划，还有我们的食品安全。在地2大连锁速食店包括麦当劳、Jollibee旗下餐厅和知名超商，主要生产餐盒、纸杯、纸碗等等，产值数量破亿，能拿下大单靠台湾技术。南向政策，台商的聚集地离马尼拉市区1小时车程外的卡蒙纳卡比代，厂房就盖在早期开发的工业区。这台机器主要是卷对卷的印刷，然后它的印刷速度每分钟可以达到400米的速度，不只可以印刷纸张，包括塑胶薄膜也可以印刷。这台实际的造价成本应该是要200多万美金。这也是从台湾运来的。对，菲律宾第一家用卫星式印刷，中央滚筒提高精密度，还很高效率。光一台机器1天能产100万张报纸。这个是采用封闭式的刮刀系统，所以它的油墨非常的稳定，这是已经印刷后的。这是印完。对，印完它是往上走，它往上走，上面是个烘箱，然后到后面去收卷。自动化设备光包饭纸、杯子月产量1000万起跳。2008年的菲律宾对永续还不太有概念，台湾印刷厂算领头羊，最早发展水性油墨。看好食品包装刚性需求，从传统印刷转型改做水性柔板印刷，减碳环保也符合防水防油。像是刚刚印刷出来这些包饭纸，还有纸杯，外面一大捆都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是叫收缩膜，就是为了要达到无尘的效果，来符合食品认证的规范。那其实后面这个机器呢，他们在做分条还有裁切这个过程，也都是用这个自动化，最后他们才靠人工来包装。这其实就是要为了减少过程中的污染。工厂环境不是消费者看不到就眼不见为净。想抢国际企业单，进料、仓库整洁，甚至永续，都是供应链一环。所以你只要把 PE 融化，刚好油墨是附着在 PE 上面，你把 PE 融化，就代表你把油墨也融化掉了。所以你留下中间的纯纸浆，你可以再制成 kitchen towel 啊、tissue 啊，还有 diaper。客户并没有 expecting 我们会这样做，但是我们主动出示说，我们连废料都帮你想好了，我们必须要这样走。想得比客户更前面，也因为懂得做食品，最重视食安和来源，花超过1年整顿，用整柜的认证背书。他们的唯一条件最基本的其实就是 BRC， 所以就表示你的门票，你要供这些大公司，你的门票在哪里？Elsa 已经是能掌握公司业务的老板娘，和先生 Jeff 在世新专科认识。毕业后放弃高薪金融业，栽进印刷，从零开始学。那时候刚开始开放证券营业员的考照，我考上。然后那时候我们最流行就日盛证券，因为那时候的年终是一次发14个月，所以我就应征上了日盛证券的总经理特助。然后我老公就跟我讲，我有个朋友在开印刷前置公司，你要不要去学一下？然后我就讲说学印刷哦。然后后来我记得那天是礼拜天，
隔天礼拜一我就要报到，然后我就想了一个晚上，所以隔天我没有去日盛证券，我去印刷厂报到，然后就开始了7年的印刷业务的生涯。因为当时还在热恋期，想和先生有共同兴趣，开始学印刷，找客户报价跑工厂。回到菲律宾也是惊觉，到了适婚年龄不能再远距离。所以我那时候来的时候，其实英文也不会，所以那时候只要电话声一响起，我心就会抽痛，因为我想说啊，我又要开始了。所以说你就逼迫自己在就是不停的学习，然后你就从最基本的印刷英文用语学起，然后打招呼。英文能学不难，经营后发现最难突破的是想打进菲律宾人的职场文化。他们那种关系是非常紧密，它不像是在台湾，可能是高中有高中的同学，大学有大学的同学，但是菲律宾是从小到大的朋友，所以一旦到了他职场上，他熟悉的朋友的环节上，他们那种订单是不容易会转到外国人的身上。我以前最不能习惯就是客户会就是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五急得要死，一直催件，但到礼拜六你找不到人，放假了。但是我们台湾人不会嘛，我们台湾就是你有这个 project 的时候，你比客人还急。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就是最好的，就是你比客人还急，客人告诉你一个时间，你比他还急，而且你会预留那个安全的时间。所以我觉得这一役其实就是打响我们公司的旗号。有预算就先备好几百万的货料，不等客户开口，随时下单，随时勾，打出口碑。我们不是要成为一个便利店，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高端品质的一个贩售店。台商的菲律宾深耕之道，横甩价格战，用台湾价值稳居市场。